大家好，我是戴主义。改款版 Honda City 从84,900块到111,900块，那每一个型号都比之前贵了3000到5000块左右。那我觉得这一次 Honda City 的改款版改的东西，其实严格来讲，它比较像是一个 upgrade 升级版，主要是要应付竞争日益激烈的 B segment 市场，无论是 B segment sedan 或者是 B segment SUV。那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新的 version， 这个叫 1.5L RS， 因为在此之前 RS 只有 1.5L eHEV 才有，但它里面的设备又跟 1.5 Hybrid 的 RS 有一点点不同。那值得一提就是这台车子的售价是99,900块，也就是比 Proton S70贵了5100块，也就是我今天这期影片的重点。到底95,000到99,000，你应该要买 S70？还是要买回 Honda City， 也是现在大家讨论最热烈的一个 topic。那影片开始之前呢，我是戴主义，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还有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subscribe YouTube channel。Let's go。改款版 City RS 的车身长度增加了36个 mm， 但是轴距维持在2600 mm， 宽度跟高度都没有变化。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前面的 body kit 跟 rear bumper 那边稍微做出来一点点，增加了36个 mm。除此之外，都跟改款之前没有分别。同样是这个尺寸，轮圈最大也是提供给你16寸，但轮胎尺寸不是205还是195，它是185/55R16，所以看起来很大。不过你侧面看的话，轮胎是比较小条、很窄的。这样子的好处就是油耗可以提升，可以走更远，车子更加的省油，低速行驶更加的灵活。但它的 downside 就是当你在高速行驶的时候，185的轮胎它不是太过稳定。那你看 Proton S70的话，它用的是205/50R17，轮圈更大、更宽，然后油耗也会更高，这样子啦。所以是 depends on 你自己要一个怎样子的追求，一个怎样子的驾驶表现。改款版 Honda City 在车头跟车尾造型都做了一些修饰，让它看起来更加的 sporty， 更加的精神气爽。但它不是你第一眼就能够分辨出哦，这个是 facelift 的，这个是 pre-facelift 的，就是一个 facelift 啦 ，OK。那里面的话，跟车子整体的设备就有相当大的提升，像是现在之前的这个 CD 你要买到 1.5 eHEV 后面才给你 disc brake， 现在这个 1.5L RS 后面也是 disc brake， 但是它就是 handbrake 手刹车，而不是跟 CD Hybrid 一样用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所以99,900块。然后椅子的话也是手动的，前后全部都是手动的。只是它提升了很多的，就是这个系统，因为现在是除了 S 版本之外，都有8寸的荧幕，然后 1.5L RS 或者 1.5L eHEV RS 都有 Wireless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遥遥领先其他的对手，因为你不用再接 Type A 还是 Type C， 一上车就可以直接用蓝牙来 connect 这个 Apple CarPlay。So， 这个仪表板的话呢，因为是 RS 版本，所以它也可以给你一个半电子仪表板，就跟这个 Civic 一样。左边的地方你可以看你的 Tacho Range Fuel Speed and Time、G Meter、Seat Belt、Safety Support 等等，这些东西都是 1.5V 没有的。因为作为 RS， 它还是用了很多红色的边、红色的缝线，让你感觉到车子是一个讲求 sporty、讲求运动感的车型这样子。然后里面的整个用料质感都是更上一层楼这样子，更加的优化。只是当然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compare to S70， 我可以说 S70 的内饰，单纯就设计、用料跟材质来讲，它是完胜 Honda City 的。当然有些人会 argue 那个是 C segment， 这个是 B segment， 你不可以拿它们来比。I know， 我知道，但是价钱摆在那边，它就是卖99900，那个就是卖94800之类的 ，OK， 所以很难拿它们来比啦。然后你讲荧幕像素的话，虽然它有 Honda Lane Watch Camera 盲点监视镜头，然后 Reverse 的话它有推车 Reverse Camera， 但是没有360，而且荧幕的像素也跟之前的 CD 没有什么分别，就是白天还好，可是晚上的时候它的这个感光度不是这么强这样子。那这个东西Proton就遥遥领先它很多，还有360啦、3D Camera 啦、这个啦那个啦。
但是波段怎样厉害都好，它就是少了最重要的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那虽然接下来波段改款版的车型或者新车型会有，不过就这个 S70现阶段它的硬体是不支援的，所以短期内我们不会看到 S70会给你 Apple CarPlay 或者 Android Auto， 要等到它的改款。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你可以用 Google， 你可以用 Waze， 你可以用 Spotify， 你可以用各种里面的这些东西，它不是的party东西可以去比的啦。虽然波段那个已经有可以给你听 Spotify， 也可以 install Shop App 等等，但 Apple CarPlay、Android 都是一个不能够少的东西。波段也知道，在音响系统的话，除了 S 版本之外的 Honda City 都有4个推的4个 speakers， 一共有8个 speakers， 所以整体上我觉得音响系统是中规中矩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跟短处的，有人比较长，有的比较短。像波多每一次我们就会 attack 他说啊，你没 Apple CarPlay 没 Android Auto， 哈，2024年了你还没有。但 Honda 同样也有一样东西是为人诟病的，就是它没有 blind spot monitoring。虽然它有 Honda Land Watch Camera， 你看现在这个车子啊，以前有 V 跟 V Sensing 的嘛，现在他们都将 Honda Sensing 列为一个标配。你买到再低配的 Honda 都有 Honda Sensing， 只是功能齐全不齐全而已。好像这个 1.5L 的 RS。它就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有这个 Lane Departure Warning、Lane Keep Assist 等等，但是你一定要买到 1.5L 的 eHEV 才有 Low Speed Follow， 就是低速跟车。它有 ACC， 可是它没有低速跟车，所以 Honda Malaysia 还是把所有的好料留给了 1.5L 的 Hybrid。那个 1.5L 的 RS Hybrid 比它贵了12000块，多了12000块，你多了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单纯就设备来讲，你要拿来跟这个 S70 你一定要拿 1.5L 的 eHEV RS 版本。当然，就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 来讲，还是完胜波段的。1.5L 的 Hybrid 或者 Petrol 都是 wireless 的，但是 1.5V 或以下就没有 wireless， 你一样要用这个 USB Type A 读你的 Lightning 或者 Type A 读 Type C 才可以使用它这样子。所以整体上就设备来讲，Honda City 卖到这个价钱啊，99900块，暗时唔同往日你的马币、你的币值。车子要在马来西亚组装 tax 等等，我觉得很难啦，你很难再用以前来 compare， 因为我们的收入就是被 trap 在那边，然后我们就是只能够负担这样子的车，这样子的价位。But Honda being a Honda， 它还是一个 Honda， 很多人就是怎样他都会要买一个 Honda 的，买 Honda City 是一个不用思考的事情来的 ，right？Honda City 的后座不是大，不是很大，是超大。对于一个轴距2600mm 的 B segment 来讲，我觉得它已经不能够再大了，好像已经用尽每一寸的地方。所以 compare to 这个 Proton S70 的话呢，虽然它是一个 C segment， 但是它的轴距是2627，它是2600，所以 S70 也只是比它多一个27个 mm。在轴距上，但差别比较明显，是因为 S70 呢，车身宽度是超过1800mm， 也就是比它宽了61个 mm 这样子，所以 segment 有时候不只是轴距啊，宽度也是有。但你说做起来的话呀，虽然它是一个 B segment， 它完全不会比那一个 C segment 逊色太多。那 Honda 嘛，讲究的就是空间大，然后这边一个扶手。然后两个标配是后面有冷气出风口，不会因为你买到什么款式就没有冷气出风口这样子。下面还有给你一个 Type C 跟2个 Type C 的接口嘛，这个也是改款过后升级，因为 Type C 才是重点。有没有 Wireless Charger 无所谓了，因为 Wireless 弄到电话又烧又慢，对不对？ Type C 才是王道 ，Type C 才是一个重点。然后便利性的话，你看这边椅子像有 seat pocket 放手机、放 cable 什么东西都有。然后如果要把椅子放倒的话，诶，这么没有东西的？没有啊，它没有那个 pull handle 的，我必须要去后面的这边你必须要去后面拉那个 handle， 它才可以放下来这样子，所以也是一样有60/40。当然我觉得如果你要买到一个空间更加灵活的 Honda City， 一定要买 Honda City Hatchback， 因为它有 Ultra Seat， 就跟 HRV 一样，椅子可以掀开来，可以放花盆什么等等。但截至目前 ，Honda City Hatchback 刚刚在泰国推出了改款版 ，Malaysia 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整体设备来讲，现在目前这个 City Sedan 还是 Malaysia 设备最齐全的一款Honda City 这样子。
汽油版 Honda City 的行李箱空间有519公升 ，Hybrid 的就是410公升，因为底部要放电池，所以它会凸上来这样子，所以这个519的空间是非常的大，你要放多少寸的 luggage 都没有问题。它已经这么大了，掀开地板，下面还有一个临时备胎。至于 Proton S70 的行李箱空间有500公升，只是比 CD 少了19个公升，基本上是一样大小的。那地板底下同样也有一个备胎，而不像 Toyota Vios 这样子又要躺枪了。在 Proton S70 试驾影片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我说如果可以拥有 1.5L Turbo DCT， 为什么你还要 1.5L NA CVT？是这样子吗？相同的价钱或者更便宜的价钱，你可以买 Turbo， 怎么你还要 NA？ 那是不是说在 Turbo DCT 面前 1.5L CVT 就显得一无是处，没有价值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就用这个改款版的 Honda City 1.5L Petrol 来做一个比较。那数据上是完全没有得比的，它只有121个 PS 跟145个Nm，那 Proton 那个有150 PS 跟226个Nm，而重点还不是在数字上，而是在整个驾驶的个性方面，它必须要去到这个4500 RPM。6500转，你才可以得到你要的这个145 Nm。那 Proton 在1750 RPM 起，它就能够去 hit 到它的这个充沛的扭力。但就像我们第一次在 Proton Track 上面试驾 S70 的时候，我们都看得到的，在0到40的时候Vios 跟 CD 都是打包掉这个 S70 的，只有在中段速域的时候，可能过了60、80 Proton 才会迎头赶上。因为 Turbo 有一个惯性，就是它会 Turbo lag， 它会涡轮迟滞。走 highway、走高速、走长途，那个 1.5L 3 cylinder 当然没有问题。但我们说 CD 啊 ，CD 在 CD 还是 CD 比较适合 CD，you know what I mean？所以这个车子有时候东西，当然我们知道你花每一分钱必须要买到更多的马力才比较划算，但有时候东西不能够单纯只是用 figure， 不单纯只是用数字来衡量，你还要衡量整体的驾驶感，它给你的感觉，它的 handling 是怎样，它的重量，驾驶起来的感觉是怎样。所以这个车子当然没有 S70 那一种低转高扭力，反之它还是高转低扭力。CVT 啊，拉，但这个 Honda City 1.5 RS 呢，车身重量是1139公斤啊，也就是比这个 Proton S70 轻了180公斤，所以在轴距差不多长度的情况下，车子可以轻了180公斤。当然，你在红绿灯起步加速的时候，它不会像 Proton 有那一种有一个 curve 啊，就是你加速的时候它会这样子，这样子，它是那 Proton 就是这样子，所以它整个起承转合是必须要花一点时间来让你可以去跟车子配合得很好。那对于 Honda 来讲，这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啦，基本上你就是就是降价而已。它最享受、它最舒适的 comfort zone 啊，大概也就是在0到80左右啊。我这样讲可能有点保守啦，因为我相信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买到 CD 上highway都是路190、路200的，不是你可以不可以的问题，是你在这个速度你舒不舒服，你淡不淡定，你沉不沉稳，车子 hold 不 hold 得住。像市区行驶油耗的话，我现在1个 liter 能够走 9.9 公里，大概1个 liter 10公里左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你上了高速越来越快的时候，越来越快 ，OK， 差不多超过100之后呢，它的 RPM 过了2000转，2000到3000，3000到4000。
3000到4000，3000到4000的时候，你觉得你已经很快了，哇，你觉得我跑好快，然后你看一下哦 ，OK， 原来我才走这个速度吧 ，right？ 但是 cornering 的话，这个是我必须要给 Honda City 一个值得赞赏的地方啦。即便在185/55R16这么小条轮胎的情况下，我觉得它的 handling 都是比之前的 CD 有进步了非常多，至少它让你感觉到 power of dream， 它还是有 handling 的。Okay， 肯定不是很硬啦，不过至少它是能够预测 predictable， 你知道它要做什么的。所以这个地方 Honda 在它的 steering rack 它的整个转向系统方面也做了升级，做了提升。我们跑 highway，let's go。我已经到了6500转，我拉到这样，我还是在120罢了。我们不能够拿 NA 来跟 Turbo 比的，你怎样比都是没有划算的，你根本就是鸡蛋碰石头这样子的道理。但是有些东西你真的要去 showroom， 你要去 4S Center 去试驾车子，你才知道哪一个比较适合你自己。当然，我觉得轮胎这个是小事情啦，185/55R16，你要215/45R17。我不建议这么大啦，因为会影响到它的 power steering。但是 overall 来讲，我觉得这些东西还是能够去提升。suspension 的话，你下一点钱，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一台车子来的啦。讲 highway 没有办法比。当然，我还有一支这个 Part 2还是 Part 3的 Proton S70的影片。还没有 PO 出来给大家看啊，所以我就先给大家看这个 CD， 然后之后一集可能是下一集我再跳回去这个 S70， 给大家来回有一个更清晰的参考这样子。高速行驶的隔音表现呢，我能够接受的范围大概在120以内啦。你超过120到140，你就会觉得你会 feel 到一种怎么讲很薄的感觉啊。虽然我知道在这个价位上 Honda Malaysia 已经尽可能的用非常多的设备，像这种红色缝线，然后这个 steering 做到很大个，好像 Civic 的 steering 这样子，然后整个车子的包覆感它的这些东西做到很厚，让你觉得整个人坐在车厢里面比较有扎实感。Of course， 现在这个 1.5RS 呢，它是有 Honda Sensing 的功能，但它不像 1.5 Hybrid 这样子有那个 Low Speed Follow， 就是所谓的 Stop and Go 这样子的功能啦。所以我现在把时速设定在我要的时速 ，OK， 它有 Steering 自动转向的功能，然后我可以去调整我跟前方车子要维持的距离这样子。它帮我加油，它帮我减速，它动到线，它帮我摆回来。不过不是全天候啦，你超过几次过后，它就会叫你自己来了啦。看到吗？它非常的灵敏，非常的机警，非常的聪明的一套系统。美中不足的就是没有 Low Speed Follow。这是一辆能够让你长途行驶的 Honda City compared 之前，而且你不一定要买到最顶配才有。这个也是 Honda Malaysia， 可以说是下重本因为之前是真的要买到 1.5V Sensing 或者 Hybrid 才有。那我的结论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要 compared Proton S70这个 1.5L RS 版本没有什么优势，动力、设备、规格来讲，真的就还好而已。你还要比 S70 贵，对不对？所以我觉得 Honda City 真正可以赢过 S70 的地方，就是在 Hybrid。你一定要买到 1.5L eHEV iMMD， 也就比这个车子贵了12000块，卖111,900块，你才具备能够跟 Proton S70 去 fight 的本钱。当然 1.5V 都有 Apple CarPlay 都赢过它好了吧， Let's not go there 啦，我们只是单纯的就讲驾驶动力、操控表现的部分。另外一个我觉得 CD 能够赢过它的就是 CD Hatchback。对年轻人来讲，我觉得 S70 的整个造型车头车尾它还是偏向昂哥呀，美丑是主观的东西吧。很多人会因为 CD Hatchback 那个 look、那个造型、那个灵活性、空间上的灵活性而去选择它。我不管你是 Turbo 还是 DCT， 你有多少马力、多少扭力 ，I don't care。我就是喜欢 CD Hatchback 那个 look， 那种有 hot hatch 的感觉。所以未来2024年 Honda City 有没有办法抵挡这 S70 的攻势？尤其他们又才刚改款，我不觉得会在这1-2年里面有什么大动作啦，而且该加的东西也加满给你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消费者来讲也是好事一件，因为你可以
货比2家、货比3家来跟大家 compare 当然就系统的完整性来讲，我觉得像 Vios Almera 还是有一些地方可以值得参考的啦。即便说你自己的口味是怎样子，所以当然也非常欢迎。现在因为 CD 在马来西亚也有一段时间了，也欢迎留言。Honda CD 的车主，你驾了这段时间，你遇到什么值得鼓励的，或者你遇到什么东西需要告诉大家警惕的，你可以在留言区跟大家分享。所以我是戴主义，喜欢影片记得分享，按赞订阅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 2, 1 cut。